不会让你屁股变没肉，不会让你胸没有胸，就是减掉胸。这种方法真的是我自己试过吧，算是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方法。Hi, it's me, welcome back. 今天整理出了5个和减肥有关的几个小技巧。为什么我有资格说这些呢？没错，大概就在2年前，跟现在的体重大概差了10多公斤有了。反正我现在的体重，这是今天早上量的，没错，就是现在的体重差不多是接近大概48、49这样上下。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有资格和你们分享这5个小技巧。我今天要分享的并不是说能够让你短期见效，什么1个礼拜7公斤这种的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方式。我的话算是长期的，但是可以维持的非常的好。你不会就是比如说这礼拜多吃一点就突然变胖那种。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比较能够维持住的，就是不会突然又快速增胖。然后呢，今天会分为5个点去介绍，分别是吃的方式，就是怎么去维持的方式，再来就是停滞期，还有我自己推荐的一些运动，还有再来就是一些小习惯，总共分为这个5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首先呢，第一点我要介绍的就是吃这个部分。因为大部分的人通常都会说，吃大概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占了70%，然后运动可能才是那30%。我自己也觉得在前期的话，吃这个部分蛮重要的，就是首先要先管住你的嘴。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吃的方式，甚至到现在我都还会维持这个方式，就是宁可是少量多餐，也不要1天1餐。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可能会1天1餐，假设你上礼拜还是正常吃的情况下，你这礼拜突然1天1餐，你肯定身体是非常不习惯的。就比如说你1天1餐的话，可能就会想说，哎呀，我1天只吃这一餐，那我就可以吃大鱼大肉啊，什么就什么都吃。这是在后期我觉得才比较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去维持，但是前期的话，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方法。延续刚刚那一点，就是我比较不建议大家是用饿的方式去减肥，因为就是很容易复胖，而且这对你的胃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当然大家都不希望在减肥的过程中反而伤到自己的身体，对吧？再来就是多吃一些比较优质的淀粉，就是我们可能常常吃白饭、白面啊这些的。我自己的话，我是本身就比较不爱吃白饭，我是可以就是那种10谷米各种大杂烩，然后就是往电锅一倒，整锅都是10谷米，完全不需要白饭的那种。大家也可以这样做，当然一开始你也许不习惯，你可以就是一半一半，就是慢慢来。减肥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习惯。其实很多人会在减肥的时候不吃淀粉，我觉得油跟淀粉这些其实都对身体还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说你摄取的是什么油、什么淀粉。就像我刚刚讲，你可以挑选淀粉，当然同时你也可以挑选对的油，像那种橄榄油，像这种油的话，对身体本来就比较好的，其实身体是可以摄取适量的，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建议大家的话，也可以去买像这样子的橄榄油。还有呢，在吃的这个最后一点就是水果。对，很多人都会觉得水果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没错，虽然它是天然的食物，但是呢，很多水果的含糖量是过高的。就比如说什么西瓜，然后芒果啊，其实它是含糖量非常非常高包括柳丁啊，虽然它酸中带甜的这种水果，但是它的含糖量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在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比较甜的水果的话，尽量就是中午以前吃会比较好，如果你想吃的话。然后也可以建议大家吃一些比较不会胖的水果。我自己的话蛮推荐番茄的，它的含糖量也不会太高。对了，我自己吃的番茄是那种牛番茄，是大颗的，因为这边有卖那种沙拉番茄。我自己也有试过吃一般的牛番茄，我自己觉得也 OK， 我觉得吃起来的口感其实还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吃吃看牛番茄，我自己觉得不错，就是作为一个替代的，营养成分也蛮高的。然后还有柠檬啊，这些也都不错。柠檬的话，除了柠檬水之外，也建议大家喝蜂蜜柠檬，这个我觉得也很不错。如果是真的蜂蜜的话，也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摄取一点点糖量。再来第2点就是减肥的一个方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还有比较建议大家做的一个方式，就是循序渐进。就像我刚刚其实在吃的部分也有讲到，因为很多人觉得
今天要减肥，那我今天就开始，就是说不吃油的，不吃甜的，太咸的，不吃辣的，这样子，立刻就是你昨天还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你隔天就来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你很容易就破功了。然后我自己的方法是，比如说你以前好了，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喝3天，那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慢慢的改成一天喝。不是一天喝一次，一个礼拜喝一次。那你可以慢慢改为半糖，慢慢改为无糖。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子，以前的话我是完全不能接受什么是无糖饮料，什么鬼东西，完全不能接受。然后慢慢的，好像半糖我也 OK， 慢慢的好像3分糖我也 OK， 无糖我也可以。好。这样子习惯不就成自然了吗？就是你也不会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觉得我在减肥，我不能喝这样子，给你的脑子里面有这样的意识，你就会觉得很压抑自己，你自己也会觉得不开心。这些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我以前也有就是认真记录，以前好像有一个那种类似那样的 app， 然后呢就是可以记录，比如说你搜寻馒头，然后它就会有馒头几大卡，然后呢一天你只能摄取几大卡，它就会这样帮你去算。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做过这种事情的，所以相信我，绝对是要让自己养成那样的习惯，一步一步慢慢来就好。开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减少次数，而不是立刻去停止，就是你以前在做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在运动这个方面也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运动，但是像比较不喜欢运动的人呢，我相信你们减肥那天非常有斗志，就决定明天要去健身房，会员都办好了，明天就要立刻去请一个教练，练个2-3个小时，觉得好累，有运动到了，然后但是隔天腰酸背痛，然后就放弃，一定有这种人吧？我自己的建议是 ，OK， 你可以去健身房，你第一天去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出门去到健身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所以呢，你第一天你就即使去跑步机上用走的，用快走的，只要坚持个30分钟都好。明天呢，你就可以慢慢再加一点点跑步，慢跑。再来呢，你就可以比如说增加一点点时间这样子，或者是再增加一个别的运动，增加一些激励的运动，慢慢循序渐进，身体才会慢慢习惯这些，就变成一件你习惯的事情，而不是逼迫自己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才会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并且是你即使不在减肥期，你也都可以靠着这些就是在减肥的时候养成的好习惯，维持你身体的一个体态还有健康。总结一下这个第2点，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习惯这个减肥这件事情。再来第3个的话，就是大家应该减肥的时候都有遇过的停滞期。然后我自己的这个停滞期其实也停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有这个停滞期，我才发现原来要如何去跨过这个停滞期。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有这一段，我自己的方法是 OK， 就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这段时间的话，我自己的话是1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的话，可以减少运动的次数。原本的话，我真的是运动非常勤的人，我可能1周我会去个健身房，大概去个4次甚至5次。停滞期的话，我会改为大概1周1-2次，这样是对半的。就是你如果用运动的方式，其实是一直让你肌肉处于一个有在运动的状态。然后我自己的见解的话是，这个停滞期也算是休息期，你就让自己放松，不要去太常做运动。平常散步这些我还是会做，运动的话我比较没有这么常做，让肌肉不要那么的处于一个非常运动的状态，让自己肌肉放松一点。这时候呢，其实你就会发现体重减了。我自己是这样，就体重变少了。这一段时间的话，我自己觉得心态非常重要，就是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其实它是你身体的停滞期，我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休息期间。这段时间饭量我都是正常，没有刻意减少，唯一注意的就是反正不要天天都吃外面这样。我真的没有很刻意，甜点什么我照吃，就是其实是让你的身体从一个比较克制的一个时期到了一个平常的时期，然后在这一段时间过后，大概再转回原本的那样子比较严格的，然后比较常运动的话，基本上你又会发现体重又下降了。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子，因为我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子，从原本比较常运动到中间休息一段时间，就是暑假。然后呢，到后来暑假过后之后又开始运动了，然后又瘦了一点点，大概又瘦了5公斤左右。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我自己现在的话没有刻意想要再减到多瘦，
所以我现在算是一个维持期。维持期的话，我也没有大放纵自己。我大概1周的话，我会让自己有1、2天，有一天是随便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给自己1周2天这样子比较快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因为其实如果你像我刚刚讲的，比较从慢慢循序渐进来的话，养成习惯了，你也不会很容易破功，又回到以前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说习惯很重要。再来第4点的话，就是我推荐的运动。当然，我很推荐你们去健身房，因为它那边有很多的设施嘛。然后在家里的话，没错，大家应该有时候懒得出门，对吧？像我现在的话，我比较少去健身房，我大部分的运动也都是在家里做的。我自己的话，在家里我非常推荐这个跳绳，这不是广告，这个是我自己真心在用的。没错，你们看它的球已经被我用到像这样。已经有那样的刮痕，因为我常常打到东西吧。反正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跳绳。没错，这个跳绳它其实有附绳子啊，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像这样比较方便，大家也不用觉得会吵到楼下，因为你如果在瑜伽垫上面跳的话，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声音。我也不知道关键字是什么，无绳跳绳吧，这应该是关键字。然后它这边有记时间啊什么的，我自己的话是用来记时间。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尽量都一次能够起码20分钟，就是有20分钟才算是一个有氧运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20分钟以上，我自己的话是习惯30分钟。然后在家里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 Pamela 吧，健身的 YouTuber， 我觉得我蛮推荐她的运动，因为她的运动它有那种能够适合比较高阶的人的运动，也有比较适合初学者的运动，算是蛮有效的，我觉得。对了，像我刚刚讲跳绳嘛，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女生可能会担心说，跳绳会不会让我的肌肉腿什么变得很粗什么的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是不会的，因为真的，如果要让你的腿变得像健美选手那么粗，其实真的没那么容易。各位，正常的人就是你没有特别去经过非常多的训练，然后饮食像我刚刚讲的也只是一般的注意，也没有到他们这么专业的人，你再怎么运动，真的很难像真正专业的人一样。你们通常觉得，腿上好像哪里的肌肉或者是哪里比较粗，就捏一下你的皮肤好了。如果你并不是像这样一层而已的话，你是那样比较厚一点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外面是有一层脂肪包住的。那就表示呢，你是可以做这些运动的，做这些运动也会让你把那些脂肪减掉。当然的话，就是做完运动还是要拉筋，特别是这边大腿前方的这边的那个肌肉，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很多人这边会比较不直什么的，你们都可以像这样拉，这个动作很好。然后也可以在瑜伽垫上面做。然后再来第5点，就是一些小习惯吧。我觉得在减肥有用的一些小习惯。第1点的话，其实我蛮推荐在练肌肉的男生也做这个的。很多人会推荐比较紧的衣服，怎么讲？就是减肥的时候穿紧的衣服，让你就是看到你自己，哎呀，我该减肥了，就是这种方式。我自己的话，觉得是少一点的衣服，因为如果你是穿运动的衣服的话，如果它太紧的话，其实勒的这边会很不舒服。所以呢，我建议你们穿少一点的衣服来代替，就是比如说像男生，你也可以穿这样无袖的衣服，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手臂，你就会觉得我在运动了。对，我很推荐你们看着镜子做运动，真的会让自己有一种我要瘦下来的感觉。再来就是早睡，其实这个很多人都说过，加入早睡这个原因的话，主要是因为其实早睡不仅对身体好，其实还可以让你避免宵夜。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各种社群媒体总是推荐给你吃的，对吧？还有 Uber Eat 晚上总是会传那种什么什么在打折，你还有什么订单没完成这种东西吧。宁可说早上早一点起床来做早餐，也不要吃宵夜那一餐。再来一个小观念，就是我觉得多动，就你即使是走路走一下下都好，我觉得动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刚开始减肥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你只要比平常多动这么一点点周时间，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效果，也会成为一点减肥的动力。然后再来第5点就是喝水，这很重要吧？不管是医生什么的都一定会说要喝水，像我自己也会，就是吃饭前多喝一点水，其实也会有饱足感。
所以我觉得喝水其实蛮重要的。好，那今天差不多这5点就到这儿。这算是一个比较针对长期的，也是我自己觉得有效的。女生的话呢，我也是非常能够打包票，不该瘦的地方绝对不会瘦到的，因为这样是非常健康的方法，不会让你屁股变没肉，不会让你胸没有胸。就是减掉胸，这种方法真的是我自己试过吧，算是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方法，所以才会推荐给你们。最后的话还是贯彻一个词，就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减肥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习惯，就是能够让你在减肥的同时，然后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之后没有在减肥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习惯，让你的身体啊什么的变得更好。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也要记得去看我其他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